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1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恒大能挺过去吗？许家印在哪里啊？第二个是福建疫情形成莆田、厦门2个爆发区啊。先讲恒大，恒大今天有新的发展。恒大9月14号发布公告，聘请2家投行作为财务机构财务顾问，评估恒大目前的资本架构，研究流动性问题，探索所有可行方案，以缓解目前的流动性问题并争取尽快达成针对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最优解决方案那么这2家顾问分别是华丽安诺基这总部是在美国的一个投行那么主要是兼并收购资本市场，还会提供一些公允性意见那么有经验。另外一个叫中港资本，中港资本是一个香港的持牌金融机构，那么主要是从事这个证券交易和债券发行它的特点是债券发行，帮中资机构在海外债券发行。这家机构呢是 TCL 成立的TCL 成立的一家合资机构就请了一个美国的投行，请了一个中国的这个金融机构证券交易发行债券比较有经验那么这基本上是恒大作为一家香港的上市公司的标准动作理论上这个剧本都写好就是说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要做一个这样的动作不管有没有用，你是一个对投资者的一个交代大家知道中国的企业治理水平都比较低特别是房地产公司的治理水平就更低基本上叫 one man band， 所以它通常中国企业出状况通常都不是策略问题，也不是管理问题通常是方向性的问题，或者是基础性的问题。所以呢，找这种管理企业、找做策略的人来当顾问呢，算是给投资者一个交代吧。然后呢，彭博社9月14号报道说，中国政府正在组建一个会计和法律专家小组，去审查恒大集团的财务状况。那么这可能是这个彭博社说，这可能是当局对这一世界上负债最多的房地产开发商进行重组的前奏他说，广东的监管部门上个月从这个金度律师事务所派出了一个团队包括这个债务重组的这个团队然后中国政府敦促广东省尽快的派出更多的财务顾问和会计人员对恒大集团进行评估老实讲呢，我对彭博的这个新闻呢，我就持怀疑态度原因有2个，第一个，通常他不会从律师事务所派出一个团队来有律师事务所派出一个团队来，不是中国政府的做事的模式。当然，我相信彭博社的这个新闻可能就是从这个金度律师事务所那边来的可能会让他们去做一些前期性的工作。但是通常中国政府的做法是什么呢？中国政府的做法派调查组派调查组进去，但是这个调查组一定不是律师事务所的，虽然他可能有律师也有会计师，但是他一定是顶着什么广东省政府或者是这个深圳市政府，通常是广东省政府这么大规模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一个，就是做事的方向不大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国际团队找这个国际上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是找这种海外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不一定比国内的会计师强
大家要知道这一点啊。因为特别国内的会计师，他更了解中国的这些企业做账的一些情况，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到了那个时候吗？我不知道，我感觉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你才几天时间，这个广东省就已经出去了，我觉得太早了一点。好，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天这个恒大就这两个情况，一个情况是恒大自己找两个顾问来分析它的这个资本架构啊，然后看看怎么样融资，怎么样去做资产处理。另外一个就是彭博社，彭博社说这个中国政府已经派出一个团队去恒大进行这个调查审查恒大的财务状况，这是两个情况。那不管是哪个情况，恒大我们现在都面对一个基本的疑问，就是恒大有多大的生存机会啊？那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短债是致命伤，就是短期债务啊。短期债务我们通常讲的是一年之内要归还的债务。账面上恒大一年之内到期的短期债务是2400亿。那么同期现金这个一年之内，它账上可能出现的现金，当然不包括未来发生的销售，是867亿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两个数据往中间一放，平均每个月恒大要归还200亿，还200亿的债当然它有高有低了那么账上呢只有72亿每个月它账上只有72亿，但是它要还200亿也就是说恒大基本上每个月要回笼128亿，它才能持续的存续下去，否则的话它就资金链断裂。这是第一块，账面上是一个这样的情况，2400亿一年内。但是还有一块就是我们叫隐形债，隐形债就是名股实债就用项目去融资，那这个多少不知道，但是肯定一点，名股实债的账比账面上的账只会大不会小你看这个恒大回笼资金的规模你就知道，这个恒大的这个名股实债的规模非常的大。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总结一下，因为你不知道，你只能做一个大致上的评估也就是说，恒大每个月回笼资金至少要从200亿到300亿之间，它才能够存续下去。也就是说，200-300亿一个月跑不掉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我们看看恒大回款的情况恒大回款就是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什么？第一个途径就是卖楼。第二个途径是什么？第二个途径卖资产。那有没有其他战略投资者进去应该现在没有人会进去说我战略投资恒大我给他2000亿，这我觉得我看不到有人会这么干除非他钱太多了第一个房地产销售6月份是716，7月份是437，8月份是380，380那么6月份为什么是700多亿700多亿是因为5、6月恒大以价换量加速回笼资金，所以呢5、6月全国性的这个减价销售但是这个全国性的减价销售遇到了困难，到了7月份没办法继续原因是因为各个地方政府开始抵制恒大的这个大规模降价，怕影响房地产市场，所以他就没办法到7月份无以为继，5、6月搞了2个月，7月份搞不起来就马上下来，到了8月份就稍微的比这个，所以6月份716亿是今年以来最高的了然后这个7、8月份就回落到3、400亿，3、400亿是略高于2月份，春节是300
302亿啊，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水平。所以你可以看，恒大在昨天的公告里面就讲，他说9月份的销售还会继续大幅度下降。为什么？因为公司持续负面的新闻报道，严重影响潜在购房者的信心啊！大家都担心啊，我买你房子，你回头烂尾怎么办？你公司出状况了。现在也就意味着9月份之后，这个房地产销售会继续大幅下跌，这是一块，这是一头啊。第二头就是资产出售。恒大现在资产能够出售的资产并不多啊，因为它积累的也不是很多。广州、香港的总部啊，原来是准备越秀买香港总部啊，结果现在又停下来，为什么？大家都想买便宜的嘛，啊，那你现在买没那么便宜嘛？等他破产以后，他卖的更便宜。你想啊，我们叫这个破产清账的官，他卖出来的资产肯定是最便宜的。所以现在资产卖一个香港一个广州的总部，原来说买，结果不买了。然后是恒大汽车，恒大汽车其实是一块烂地，结果它曾经市值超过比亚迪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恒大物业，恒大物业呢谈了一下不谈了，为什么现在买？所以现在资产出售基本上，这个时候大家在等看它的结果，都不着急买，没有东西那么着急的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已经出售的资产，7月1号到8月27号，恒大卖了什么呢？恒腾网络11%啊，深圳高新投7.08%，恒大冰泉49%，然后五个地产项目和非核心资产，它总计是142亿啊，也就是说2个月的时间卖了142亿啊，显然这个速度还是不够的。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到去年年底，恒大的总资产是23000亿啊，那么总负债是19500亿。到今年年中啊，总资产是23800亿，总负债是19600亿啊，也看得过去，还是总资产是超过总负债。但问题是什么？总资产当中核心资产两样东西，第一个土地储备，第二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啊，也就是说这些资产你必须卖出去，不烂尾，你才能回笼资金。如果你没办法继续动工、继续施工，你房子就卖不出去，因为你没有达到施工的就是卖楼花的标准啊。土地储备你储备卖地，你有没有人接啊？这是如果不能变现，如果你现有的资产，大家知道房地产不是流动性资产啊，房地产是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变现能力是最差的啊。所以你一个上万亿的这个公司可能会被几百亿打败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你资产不能变现。现在恒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资产不能变现啊。那现在情况是什么？第一，恒大的房地产销售每个月达到200亿以上非常困难啊，非常困难。而且如果你的危机加深，比如说恒大财富，恒大财富其实是个破口，对恒大财富本身来说，并不是不可克服的问题，因为400亿嘛，400亿不是特别多。但是恒大财富产生的负面影响，直接冲击恒大卖房子，所以它影响非常，所以它每个月形成200亿的销售，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小，甚至有可能100亿都过不去啊，这是一块，这是根本性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资产，资产除了股份以外，股份你在市场上卖，当然可以卖啊，其他的就很难卖了，除非有我们叫白武士，白武士就是穿着白衣白袍、骑着白马的武士来帮助你的人，就叫白武士。
白武士出手这个大规模的收购恒大的资产，而且它的收购规模不能很小，说10亿、8亿的那么用得出手就是过百亿、100亿规模的武士，而且这些白武士得批量出现，一个也不行你想，他一个月就得200-300亿，还200-300亿的债，每个月都得还200-300亿的债，他怎么还得过来？所以呢，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恒大这次能够平安着陆的几率低于50%就是过不去的可能性比过去要大那么这是一个我们大体上可以从目前情况来看，你也许会出现一些转机，也不一定。但是现在你还看不到它的转机，现在就是平安着陆，恒大平安着陆的几率低于50%。那我们来分析一下恒大的，我们叫赛后分析。虽然比赛还没结束，但是差不多可以做赛后分析了恒大集团这么短短的10来年的时间成为中国第2，原来曾经是第1那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2个字，激进，非常激进恒大没有激进的策略，就不会有今天但是他也是死于激进。如果他死了，他原因就是激进那么2008年一个极端的数据，2008年他公司的各项核心指标比2006年实现了10倍到20倍的超常规的增长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的奇迹。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激进。恒大的激进策略主要表现在2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就是恒大的突出的本领，就是融资能力，融资能力超强，而且花样百出。基本上你在市场上看到的最极端的融资手段，基本上都是从恒大出来包括名股实债名股实债就是恒大最早大规模使用的一种融资手段，都是因为人民银行那边逼出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快速拿地。恒大拿地速度非常快稀里哗啦搞出一堆的地来，然后滚动开发这是恒大把房地产市场做成了什么呢？做成了制造业，相当于中国的制造业这就是恒大的本领于是呢，恒大出现的状况是3个特点。第一个，高杠杆高杠杆，因为你要滚动开发，你没那么多钱，那你得借钱融资高杠杆高杠杆借不来怎么办？高杠杆借不来就高息借，所以呢，它利息高，成本非常高。它基本上这个行业里面，恒大的利息成本是非常高。恒大的利息成本实际上在吞噬它的利润所以它的利润率不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走量恒大走量，它就是靠走量，大量的跑量。走量你一线城市你没可能拿那么多地因为一线城市拿地非常困难，那怎么办？2、3线城市甚至3、4线城市，2线城市拿地都不容易。所以呢，恒大就大量的布局3、4线城市，3、4线城市你才能跑量。但是3、4线城市的问题是什么？3、4线城市的问题是有2个问题。第一，购买力不足你看一下，佛山、南海，它有9个楼盘，3、4线城市吧所以你看它布局非常的极端那么3、4线城市有2个问题，第一个购买力不足，第二个问题是什么？要调整都是从3、4线城市，当然是5、6线、7、8线城市也更早调整，但3、4线城市你布局主要集中在3、4线城市，那市场调整最早就从这开始。所以呢，这是第2条。第3条，就是3道红线一出来，去年8月份，那借新还旧，它用高杠
高杠杆你就必须要不断的借新的还旧的，这样滚动，那你新的借不来，你旧的不就还不了吗？那你压力一下子就上来。所以去年8月份开始，三道红线一上来，恒大一下子就锁死了，绑死了。所以你恒大很快就出现危机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你可以看，所以恒大去年还提出一个目标什么？说到2022年，恒大的销售要过万亿。去年大概是6月份，去年6月份，许家印给恒大设定的目标说，2022年恒大要卖1万亿。那恒大去年卖了多少？7230亿，其实也是很厉害的，非常厉害的，7000多亿的销售，很厉害啊。这是一头，所以恒大第一个高杠杆、高利息成本，然后它的快进快出、大规模滚动开发，这是一头啊，这是一头。另外一头是什么？多元化发展啊，恒大足球啊，恒大这个影视业是恒大恒腾网络，然后是什么房车宝啊、冰泉啊，搞什么卖粮油产品啊，还有当然最后变成什么？最后变成恒大汽车。恒大汽车是在前年他在业绩会上，许家印说我们现在恒大现在一年卖6000亿，我们现在的一些产业配套产业，几十亿、几亿、几十亿的这种体量，跟我们不搭，我们要找一些大体量的产业，最后是汽车，恒大汽车。嗯，有些人说他这个百花齐放，这个多元化业务是他失败的原因，不是。整体市场往前走的时候，恒大做这件事情一点问题都没有，任何问题都没有。市场在往上走，然后他用大规模开发的方式跟着市场往前走，然后顺便做一些多元化的经营，只要不影响他的精力就可以。他有足够的财力面对这些问题，一点事都没有。有些人讲啊，他在恒大在足球花的钱太多啊，那是你不知道他有多少钱，他有足够的钱，这个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哪里？其实许家印只犯了一个问题，是一个错，就是疫情之后，整个房地产市场开始逆转，特别是3、4线城市。许家印没有提前预判，没有提前预判的后果是什么？当然，他就是没有调整，没有调整，那等他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转不过来了，啊，他已经转不过来。这个时候，人民银行、医保监会这3道红线一上来，他就直接给捆住了，动不了，根本动不了。你看8月份开始，你看哈，银保监会跟人民银行的3道红线是去年8月份开始，从去年8月份开始，恒大集团到现在，啊，这整整一年时间，恒大一直在挣扎，他已经动不了了。啊，你可以看，就去年开始就出现这个资金链的危机，一直到现在没有停过，不断的出问题，就是因为他根本转不过来了，所以他没有预判，他没有这个预判市场的逆转。最后的问题是，最后的问题是许家印现在在哪里？我相信很多人都在找他。9月10号啊，今天是14号，9月10号，许家印出席恒大财富专题会。9月9号，恒大财富实际上是恒大财富是9月8号爆雷，9月8号兑付，9月8号没有兑付成，9月9号就开始有人开始找他们了。然后9月10号，恒大开了一个财富专题会啊，许家印在会上讲了一通话啊，他怎么说？他说，目前恒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恒大基本面没有变，员工队伍战斗力没有变啊，规模充足啊，而且布局合理的土地储备没有变啊，然后打造高品质社区的能力没有变，还有恒大还是原来那个恒大
年销售7000亿的基本面没有变这番话很鼓舞人心可见许家印是很会讲话的人然后接下来，恒大各级领导干部要带领全体员工全力复工复产，全力保交楼，全力做好销售，恢复正常经营，这是恒大财富产品兑付的最大保证。这话都没错但他说了一句话，这个话我觉得不大对他说我可以一无所有，但恒大财富的投资者不能一无所有。第二，他还说兑付过程中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不允许任何人搞特殊化。以前没有发生过，今后也绝不会发生。要按既定的兑付方案，千方百计争取比计划提早兑付。许家印的这番话，三个谎，说了3个谎。第一个谎，恒大财富高管提前兑付了理财产品这是他批准的，包括他自己的太太这是第一个谎，这个谎不应该撒你搞了特殊化你就搞了，你还说你没搞，首先你不应该搞特殊化，自己的高管在产品爆雷之前自己先兑付掉，这是什么？这有道德责任，这道德上是有问题，人品有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恒大基本面当然改变了，当你出现爆雷的时候，基本面就改变了。你现在的这个土地储备也好，你所谓的打造社区的能力也好，你都解决不了目前的困境。为什么？你现在需要现金流，你没有现金流，谁说你基本面没有变？基本面完全改变，这是第2条。第3条，许家印说我可以一无所有，你们投资者不能一无所有，这是说谎。过去10年，许家印通过中国恒大分红就分了900亿，他在恒大上市公司，他至少获利过1000亿，你说是不是他怎么会一无所有？他有的是钱，过1000亿资产。我们不论这个恒大这个股份的这个价值，我们就说从分红到获利的，他在恒大身上已经拿了过1000亿了。所以你说什么我可以一无所有，投资者不能一无所有，这是谎言购买了恒大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和员工才有可能一无所有这是说谎。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许家印在哪里？他在这件事情上，恒大财富这件事情上，他有道义责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讲第一个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这个福建疫情福建疫情这一轮新的爆发，莆田、厦门是2个疫情中心福建省卫健委公布的数据福建省累计这一轮的本土确诊案例已经达到102例那么没有症状的是21例都在莆田市4天确诊病例已经过百这是非常的，这次的疫情来得非常的凶猛厦门的情况是什么？厦门情况是9月14号上午11点，厦门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5例，无症状1例2条线，一条线是同安区的工厂36岁的这个确诊病人那么他的10名感染者都是他的同事就同安区的一家工厂，这是一条线。另外一条线就是厦门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姓蔡的这个确诊病人，他是这个第一附属医院的门诊物流的外包服务人员，之前他3次都是阴性，到13号阳性，感染源不清楚，有可能是在医院里面的暴露现在情况是什么？厦门对全市居民小区实行封闭管理逐不出户，服务上门
启动全市的核酸检测，那么部分地区已经开始，要检查516万人，然后这个要求市民非必要不得离开厦门。9月14号凌晨起，离开厦门必须凭健康码绿码，而且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厦门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实行封闭管理，暂停门诊急诊，然后全市大中小中职从线下教学全部调整为线上教学，幼儿园暂停入院。幼儿园暂停入院意味着很多人没办法上班。还有一个，厦门人口流动性非常的大啊。百度迁徙地图的大数据显示，9月6号到13号，就是疫情发生的这4天，从厦门流出的人3/4在福建省内流动，然后漳州、泉州两市占超过一半，省外的去哪儿？去深圳啊，去深圳最多啊。这是厦门莆田，莆田传染链继续延长啊。莆田的疫情主要爆发在小学跟幼儿园，那么就是有2所中小学的教职员发生感染。另外，凤亭中心小学、启蒙幼儿园、南大门幼儿园也发生了疫情。那么累计确诊的病例有21名无症状感染者，有36名儿童和小学生啊。那么这次的集中的情况就是小学生跟幼儿，就是幼儿园的幼儿很多，28名小学生，8名幼儿，光是10岁以下的就有30人，年纪最小的只有3岁啊。那么莆田的源头是林姓男子38，这个8号才确诊，他是3号才确诊，他是8月4号坐这个厦门航空从新加坡到厦门机场，然后在这个隔离酒店住了14天，8月19号在仙游县集中隔离7天，那么全部都是阴性啊。那么到了8月26号，在居家健康监测，然后9月10号阳性啊。所以这个情况就很复杂，因为这个林姓男子又去了泉州，然后他的儿子在这个铺头小学读书啊。他儿子的出现的为什么出现这么多？就因为他儿子在凤亭镇的铺头小学就读，所以这次就有这么多小孩子感染啊。大概的情况下，莆田9月14号下午全员核酸检测，全市321万常住人口检测，那么包括他们开始在12到14岁进行第2剂疫苗接种那么大体上就是这样。现在的情况就是，国家卫健委要求，11期间不要去福建不要去福建。然后呢，这个国家卫健委说9月8号到9月11号有3万人从莆田离开福建，去了哪里？去了广东，去了浙江，去了江西，去了江苏4个省。那么按照城市分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温州、南昌现在开始全国进行这个流行病调查，大概是这样我们今天就第2个议题我们就讲到这里。福建省的这个疫情爆发来得非常的急2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流动性比较高，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小学生跟幼儿园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爆发。我们很少听到这个疫情在儿童这个人群当中爆发，这是第一次看到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四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谢谢啊，明谢、史蒂芬森，谢谢 CW，谢谢。那么我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啊，还是有很多网友收不到这个系统通知啊。系统通知有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点亮小铃铛，小铃铛在我们的首页旁边，视频下方就有小铃铛啊，你点亮小铃铛，这是第一个条件。点亮小铃铛不一定会收到通知，因为你的手机啊要打开这个接收通知的这个设置，这2个条件同时发生，我们视频我们开始直播的通知你才会收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然你也可以不设置啊，不设置呢，那你就关注我的脸书号跟推特号，我会在直播开始前的10分钟把直播的链接发到推特和脸书上，你关注我一样可以得到通知啊，参加我们的直播。好，那我们进入互动。观点：恒大倒闭的可能性占4成啊。如果先把这个泡沫扎破，恒大可能性会映射多个行业：建筑、建材、装修、钢铁、家装、家具，这上下游都会波及。为什么你减少1成，你没告诉我理由呢？我认为超过5成，它可能会倒闭。你说只有4成，给我一个理由吧。观点：房价不会直接蔓延境外，但是房产危机会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也会导致国外经济下降，间接对各国房价造成影响。OK， 观点：从现在起到20大只有5个月时间，只有5个月时间。你怎么算的？现在是9月，没那么理论上拖到20大以后报比较符合上意，但9月份就报，说明要么是压不住了，要么是有人捣乱。我倾向于前者。但是如果认为政治对手捣乱，那么20大以后可能会有一轮清洗，就像对15年马云恒生电子看法类似。你还真把中共当作能够在后面控制不了，这怎么控制？暴雷都能控制，那共产主义都实现了。共产党没那么大本事，你高看他了啊！他决心很大。我都一直认为，外界对中共的判断就是低估了他的决心，高估了他的能力。中共治国理政，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没那么厉害，哪有那么厉害啊？观点：CCP 花几千亿收购恒大所有资产，然后把房子弄成经济适用房，出售给贫困家庭，既救了恒大，也稳定了房市，还帮助了底层人民，一石三鸟之计。你想多了。共产党如果会干这个事情，共产主义也实现了，他怎么会救？还把钱分给这个贫困家庭，1万块钱买来，1000块钱卖给贫困家庭。如果早有这种好事，中国有那么多空地，他怎么去干？你们把共产党想那么好，超出我的预料啊！共产党有那么好，共产党有那么能啊！共产党一半的坏事是为什么？因为把事办砸了啊！这件事情为了解决办砸的这事情，就干了一堆的坏事。中共里一半的坏事是这么干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实在是能力太差啊！就是我说的，办正事千疮百孔，为了堵住这些孔，就干很多很多的坏事。中共的一半的坏事是基于这个原因。观点：恒大兑现股票，让我想起以前美国，安然能源，在台湾这种行为是违法，没有兑现股票。恒大兑现股票没有听说过。恒大理财产品在卖。
理财产品是可以卖的，但是理财产品它对外销售有没有拿到许可证，不知道啊。观点：恒大乃至整个中国房地产的原罪是中共，中共卖地皮、收各种税、官商勾结啊。一说官商勾结，我就不念啊，为什么？一说官商勾结就是喊口号，我不同意啊。中国不存在官商勾结，商跟官它不平等，他们之间不存在勾结的问题啊。商永远是官的工具，他们勾结什么？不存在勾结。商你得变成他的工具，他才高看你一眼，才用你，不用你，你连机会都没有，这完全不对。观点：共同富裕的首炮就是全民买单，人均715，什么意思？没看懂哎。首炮是什么意思？全民买单，人均715，能告诉我们吗？观点：可能会把许家印控制起来，让他把之前的利润吐出来。你看这就是义和团啊。许家印我刚才讲，我在节目中讲，许家印在恒大财富上有道义上的责任，但是中国如果是有限公司，投资者或者企业主只对他的企业是否合法承担责任，那么这个企业如果发生雷暴，也不能把他抓起来。为什么？用资本金支付。所以，把许家印控制起来，这个看法就是义和团啊。尽管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还房贷，我跟朋友说这些情况，朋友一脸坚定地说政府会控制的。底层人倾家荡产买房，还是很多人不愿意相信啊，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还会一直在底层待着的原因。提问：请问王老师，对于非美元债务问题，我一直觉得人民币只要快速贬值，国内居民的负债不是应该快速稀释掉吗？我觉得你还是需要一些金融学的常识啊。所以我不建议你去考虑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你的能力啊。第一个，人民币快速贬值，贬值是相对于外汇而言啊。你比如说，人民币现在对美元啊，现在1:6点几，现在变成1:7、1:8，那叫快速贬值啊。快速贬值，国内居民的负债怎么会稀释掉呢？就算你贬到1:100，你的债还是你是100块钱的债，你还是100块钱人民币啊，稀释不掉的，理解吗？而且我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呢？你不能够好好的把企业做好，好好的挣钱把债还掉吗？天天想这些不用还债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能不能不讨论这些问题，讨论一下好好的做事情的问题，好不好？提问：疫情以来，全球央行都在放水，全球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房价都在上涨。请问王老师，恒大暴雷之后，中国房价的下跌是否会蔓延到中国以外？第一个，恒大暴雷现在还没有形成房价下跌的情况，先发生了这件事情，我们再看看会不会蔓延到国外，好不好？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恒大是中国房地产多么诺骨牌效应倒下的第一张牌吗？现在恒大财富暴雷啊，那我认为恒大能够叫什么？能够平安度过的可能性低于50%。如果他过不去，那就是第一张牌。为什么？因为他排第二啊。虽然前面也有很多很多房地产企业倒下，但是和恒大没法比啊。提问：请问王婶，恒大将债务转成股票做担保，这算是一种庞氏骗局吗？谁能把债务变成股票做担保？什么叫做担保？债转股，
债转股其实是其中一个协议的一部分。它这个协议是这样，我跟你借钱我跟你借钱，借10个亿，那么我用这个企业跟你借钱，然后呢，我给你一个选项，这个选项呢，如果你觉得我这企业做得好，这个债务呢，你随时能够有权选择把债务变成股份，变成投资。通常的选项是这么选。那么这投资者这钱给了他，经过了3个月、半年时间，哎，觉得这个企业是不错，我这10亿呢，我就这样，我分一半，一半债转股，一半你还给我，都可以，各种方式都可以。那么做担保，我就不知道你说什么了就是债转股，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融资手段，就是我先跟你借钱，但是我给你一个权利，你可以把我跟你借的钱变成股份啊，但是要谈好，如果债转股，你那个时候股份是多少，多少钱？提问，请问王老师，这么高收益的理财无法兑付，不应该是投资人提前知晓的风险吗？愿赌服输，为什么暴雷反应这么强烈？他兑付不了啊，不是他们愿赌不服输的问题，是他用这么高息去吸收卖理财产品，但理财产品它到期了，比如说9月8号是到期，到期你应该是还本付息给我，结果你没有给我，你暴雷，暴雷当然不能够，什么叫愿赌服输？我没有赌啊，你到时候应该给钱给我完成这个合同啊。反应当然强烈，很多人是把整个身家扔进去买理财产品，怎么会反应不强烈？715是1万亿除以14亿人口，1万亿是哪来？你讲啥？一万亿讲的是啥？一万亿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观点：需要的时候任其野蛮生长，一直长成庞然野兽；不需要的时候一刀毙命。恒大是3刀毙命，也许恒大拉开了新时代的帷幕，再过10年还会有人想起它。观点：恒大暴雷不会导致房价崩溃，反而会因为房地产降温形成房产供给降低，逐渐与实际形成平衡。因为2、3线城市的房价已经跌得比较厉害，房价最终会跟城市发展回归真实价格。承你吉言。提问：深圳近1周出现了6个网红盘，有的误盘几年忽然开，请问王老师，这跟恒大有关吗？大家怀疑是不是有新政来了？不知道，不知道啊。网红盘是什么鬼？突然开成什么样？好吗？卖的好吗？跟我们说一下好吗？观点：大家提问能不能，如果大家有一个事实的话，请把事实讲清楚一点。因为我不是每个事实我都知道你这样问我不知道，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尽量的讲清楚一点好吗？观点：许家印的76%有多少是替红色家族代持的？他每年分红的钱有多少是替红色家族套现？恒大爆了，那红色家族也早把钱洗到国外。我不知道你说的红色家族是谁情况：厦门今天部分街道检测，但只是进行到晚上8点，前几个月也是几个街道检测，却可以进行到凌晨12点，这分明是医疗系统超负荷。在检测排队时，工作人员态度恶劣至极。OK， 情况：我的朋友有发烧和感冒的症状，都不敢去医院，害怕和核酸检测，不管是不是阳性，都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麻烦，这个很危险。就是当你发现有些症状，你为了不被发现，所以躲起来，躲起来可能产生更多的感染。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中国的疫情防控的后果。就是当你的安排很烂，当你的手段很粗暴，
当你给这个老百姓带来的后果很严重的时候，老百姓会尽量的躲藏起来，就是不告诉你这情况，不告诉你情况，可能产生更严重的后果。情绪认同王先生对共产党处理经济能力的观点，共产党控制了百姓就是靠剥夺自由和生命，非常对。观点：中国如果再不承认科兴疫苗几乎没有防疫效果的事实，再怎么封城也是没用。封城呢，是它其实呢，我经常讲，我讲了很多遍了，我再讲一遍。当你没有疫苗的时候，那你怎么控制疫情啊？控制疫情的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叫清零，就是把所有的感染者从人群中找出来，把它隔离掉，让人群当中没有感染者。这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当你没有疫苗的时候，你就要清零。清零的手段有很多啊，核酸检测是其中一个手段。核酸检测就找到感染者，不断的做核酸检测，不断的从人群中把感染者拿出来，那这就是叫清零。那么清零除了核酸检测，有两个基本的招数。第一个叫封停，整个城市交通封停，停下来，整个城市运作停下来。第二个叫封堵，把大家关在家里。一个城市运作封停，一个居民封堵，堵在家里，就这两个基本招数，再加上一个什么？再加上一个核酸检测，这就是清零策略。清零策略是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必须的策略，没有其他的选择。当然，你封停这件事情，你可以做的比较好一点啊。你这个封堵的策略也可以做的比较好一点。你比如说英国，英国是鼓励大家在家里不要出门，结果大家就乖乖的在家里，不用你用这个电焊把那个防盗门焊死，不用。英国他就自己在家里，然后呢，社区之间互助，帮助你去买东西等等。你可以出去买东西，保持社交距离。所以不同的社会，不同的这个政治体制，它采取的措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最终的结果也不一样啊，它付出的代价也不同。情况在悉尼这波疫情中，最初的疫情追溯曾经发现 Delta 的传播力远超想象。从监控中发现，擦肩而过、接触不超过3秒就可以传播，而且对于 Delta 来说，普通的潜伏期不超过3天。在 Delta 对所有年龄层都具有高传染性，从刚出生的婴儿到100岁老人，如果没有疫苗保护，无人能幸免。所以疫苗是解决疫情的核心根本的手段。所以中国呢，在疫苗作假这件事情上，坑害了多少老百姓？观点：新冠病例不可能清零，这是科学常识。但是有习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面的官员为了逃避责任，必然采取最极端的措施。福建这次疫情再次证明国产灭活疫苗的失败，非常对。你打了那么多还是这样爆发，那说明什么？说明疫苗无效。观点：这种所谓的0号源头潜伏期怎么可能38天？Delta 病毒官方的说法是潜伏期只有4天，而且经过9次核酸，38天后才出阴性，这里面蹊跷的问题太多。我反正一直不相信中国的疫情是输入型，我不相信。我认为就是病毒一直在社区里面，一直在社区里面。观点：中国采取的防疫措施，有没有找到零号感染者根本不重要，因为他们一直采取封城筛选，直到清零，所以找到所谓的0号感染者或者是感染途径根本不重要。他现在的办法是提高效率，提高什么效率呢？通过流行病调查，发现感染源，再找到下一个可能传递出去的路径，来进行
追踪性的这个封停啊，这是他们的模式啊。所以呢，重要吗？蛮重要的。以现有的模式来说啊，观点中国的企业的理念是，当你欠很多钱的时候，你就是所有人的大爷。嗯，什么概念哈？这个网友说的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臭流氓、耍流氓。观点：恒大资金链断裂，由于银行停贷和自己盲目进入汽车领域，但恒大已经是大二不能倒的企业，中共不能让危机蔓延。嗯，你去看一下我们前面几道节目吧，我们讲过了，我就不回应了。观点：恒大模式的资债失衡是早晚必然发生的结果，一个是市场增长的速度，一个是产业跟进的速度。当两者速度不匹配的时候，危机必然出现。而且恒大此轮无论结果如何，大大小小的各路资方付出代价也是难以避免，尸山血海。逻辑上是对的。提问：请问王老师，恒大理财是 P2P 暴雷的意思？不是，P2P 暴雷跟恒大理财不一样啊。恒大理财是，你买了一个理财产品啊，到期就要结算啊，就是还本付息。恒大理财是到期他没有钱还给你，这就叫暴雷。P2P 是什么？P2P 是你把钱放到了一个融资平台上，本来融资平台是提供一个对接服务啊，那么撮合大家进行融资，结果呢，这融资平台呢把你的钱扔到了一个水池里面，所有的投资者的钱全部扔到水池里面，然后他把水池里面的钱拿走干别的事情，赔了，没钱了，你的钱就被吃掉了，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恒大破产会不会导致一些银行破产？会不会导致人民币贬值？我不知道，不知道它后面的，它之前我有报道过，恒大借过哪些银行的钱，那么它会不会导致银行破产？不知道。据说是去年年底的时候，人民银行把这个恒大的债权银行找来进行过一次压力测试。理论上来说呢，它应该会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已经做了压力测试。会不会导致银行破产？理论上它应该在此之前，在现在之前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否则他做压力测试干啥？对吗？提问：恒大用26年时间，以私营资质超过各国有企业，坐上头部。许家印想必也如马云一样，白手套一名，查了不少信息，有各种说辞。请问王老师，许家印背后的金主是谁？我不知道。所以刚才那个网友说这个红色家族，我不知道是谁啊，我没有收到这方面的信息。提问：截止2020年12月末，绿地集团总资产是1.35万亿，资产负债率88.28%。照此计算，绿地集团目前负债约为1.19万亿。请问王老师，绿地集团会是下一个恒大吗？没有看到啊，每个企业的情况不一样啊。那么我见过负债120%的都没有出问题啊。你每个企业的债务它是这样，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债务的周期啊。如果你借的钱全是20年的钱，你怕啥？20年以后再还，你现在慢慢花呗，使劲赚钱呗。如果你所有的债都是3个月、5个月、1年的债，你借了马上要还，那你就有问题。为什么？你做房地产流动性没那么高，你资金周转的周期很长，那你借的债是短债。为什么你借短债？因为你借不到长债。为什么你借不到长债？因为你负债已经很高了，或者你的信用没那么好。那么有些房地产公司不是，有些房地产公司它可能借的都是长债，所以我们不能够看一个数据就得出结论啊。情绪加情况，坐标厦门，已经要求全市核酸检测，又是黑压压的排队。
这不是加大感染吗？真的无语。本来打算趁中秋重振一下餐饮业，从昨天开始，餐厅陆续接到退订，基本上都停业，太难了。这个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头，是这样。我就说没有疫苗的情况，你就会不断的爆，就这件事情不会停，这件事不会停。中国一直在讲是外部输入的，我觉得他是骗人。提问：请问王老师，为什么现在全世界很多人都选择不打疫苗，哪怕是国外的疫苗，这么短时间生产出来的疫苗真的没有任何副作用吗？总觉得令人后怕，因为疫苗推出的时间太短了。好问题，这个问题是高度政治化啊。那么这里面有三件事情要讲。第一件事情，我们应该打疫苗吗？我可以跟你讲，我当然前提是你在美国或者你在加拿大。那你在美国的话，你当然应该打疫苗。为什么？我是相信政府，政府会帮我们把关啊。那么他批准了，我就去打。为什么？两个目的，第一个保护我自己，第二个目的保护我的家人啊，这是这两个目的。客观会形成什么效果？群体免疫啊，群体免疫最终阻止疫情发展，疫情会平息掉。这就是我说的是在美国啊，或者是在其他的西方国家。那么疫苗会不会刚才问的疫苗会不会没有任何副作用？错，疫苗一定会有副作用，没有疫苗是没有副作用。说疫苗没有副作用是骗你，一定会有副作用。这里面就是个平衡，什么平衡？副作用大还是你感染疫情带来的后果严重？这件事情我不管，我不平衡，我不分析，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政府这件事情交给政府就好。那你要是不相信政府，那你就不用做这件事情。前提是什么？前提你相不相信政府？那美国政府我相信，我就去打。那有些人不相信美国政府，那你不打，这是你的理由啊。这就是在这件事情上的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副作用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第三个问题在这件事情上有阴谋啊。第一个阴谋来自哪里？来自中国跟俄罗斯。他们在网上散布很多的谣言，各种谣言都有啊。这种谣言阻止美国人或者西方的人群去打疫苗，为什么？因为他的疫苗不行，他希望你的疫苗也不行，他希望你也别打，最好你不要打，你不能够平息这件事情，你不能平息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保持平衡。就所以呢，你在网上会看到很多你看不到来源的信息，各种专家，各种讲疫苗的问题，疫苗有问题，疫苗是有问题，但是疫苗是目前解决疫情的唯一手段。我们有没有更多的选择？我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讨论细节，不讨论医学问题，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那么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还有一部分人分两部分，一个就是他一直坚持不打疫苗，这是我的自由，我的身体我自己做主，这是一部分自由派的想法，你可以尊重他。另外一部分是反对现在的执政者啊，反对执政者，我不能让他这么快把疫情搞定，我们也都不打，这是另外一部分啊。这部分呢是有一些政客把他的支持者当做工具，他跟共产党没什么太大区别。所以呢，这里面有很多的阴谋，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你应该怎么做。OK，情况，中秋是厦门最热闹的节日，胜过春节。既台风莫兰蒂都没有阻挡厦门人民博饼的热情。今年疫情人心惶惶，活动7月份才经历一次，各行各业原打算中秋回本，这下全部化为乌有。情况，莆田仙游最近开始有2个孩子核酸阳性，然后全校每个学生配个家长强制酒店隔离14天，收费5000元。仙游是个贫困县，平均年收入23000人民币。观点：恒大暴雷，银行批贷款的这批人有责任，如果彻查可以查到。
恒大已经借不到钱了，你说这批，我不知道你说查什么啊？如果要这么查，嗯，银行，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责任啊？明谢 Warren Wong，谢谢。请问王老师，恒大在香港上市，虽然70%是中资，它倒了，美资是否会从向港交所撤离？中央房地产调控对香港房地产有影响吗？中央调控了，从2016年开始调控到现在，有没有影响？你应该知道，我就不答了。第二个是它倒了，美资从向港交所撤离，它跟美资有什么关系？七成是中资，七成不是中资，七成就是他自己，是许家印啊，所以他跟港交所美资从港交所撤离没有关系啊，没有因果关系啊，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在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